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用了30年的锡纸，今天才发现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式。快来看看你是否也用错了。锡纸在厨房和日常生活中十分实用，烘焙、烧烤或是包装食物都能派上用场。它兼具出色的阻隔性与导热性，不少包装袋里也有锡箔纸层，但很多人或许长期用错了方法。正确使用不仅能让操作更高效，还能规避安全隐患。下面来了解锡纸的正确用法及注意事项。1、区分正反面很关键。锡纸两面质感不同，哑光面粗糙，吸热性强，适合直接接触食物，用它包裹烤肉、蔬菜等，能让热量快速渗透，均匀加热。光亮面平滑反光，反热性和导热性更佳。使用时需将亮面朝外，可通过反射热量调节温度，避免食物烤焦。若误将亮面接触食物，不仅容易导致食材粘连，还可能因局部温度过高影响烹饪效果，甚至存在烤焦风险。正确区分两面用法，既能保证食物口感，又能提升烹饪效率。2、锡纸禁止入微波炉。锡箔纸属于金属材质，放进微波炉会反射微波，轻则产生火花，重则引发火灾。它仅适用于烤炉或明火环境，使用时务必避开微波炉，以免造成安全隐患。3、避开强酸强碱类食材。锡纸不宜接触醋、柠檬、小苏打等强酸性或强碱性调料及食物，这类物质会与锡纸发生化学反应，生成可被人体吸收的铝盐。长期摄入铝盐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健康，甚至增加疾病风险。建议烹饪或储存时改用陶瓷、玻璃等惰性材质容器，既能避免化学物质迁移，又能更好地保持食材风味。尤其在腌制酸性食材时，换用安全容器，可从源头减少健康隐患，让厨房操作更安心。4、重复使用需谨慎。锡纸若用于包裹油脂少、无染色的食物，如面包、馒头，清洁晾干后可短期重复使用，但接触过糖醋类、带酱料或高油脂食材后，易残留污渍和细菌，建议及时丢弃，以免影响后续使用安全。5、破损锡纸勿再用。出现撕裂、穿孔或铝层暴露的锡纸，应立即更换。破损处不仅会导致食材粘连，还可能让铝金属直接接触食物，增加铝析出风险。使用时需仔细检查表面完整性。用途2、日常使用的剪刀，用久后刀刃容易变钝，剪东西时总是卡壳，难以剪断，十分影响使用体验。不少人会选择直接丢弃，换购新剪刀，其实完全没必要。一张普通的锡纸就能让钝剪刀重焕锋利。操作方法简单易学，先将锡纸对折6至8次，折叠时要注意调整厚度，过薄难以起到打磨作用，过厚又会增加剪刀负担。折叠完成后，拿起变钝的剪刀，从锡纸一端平稳发力，匀速向另一端裁剪。裁剪过程中，务必保持剪刀两片刀刃完全闭合，且用力均匀，避免因受力不均损伤刀刃。反复裁剪15至20次后，剪刀便能恢复轻快锋利的状态。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变钝的指甲剪。当指甲钳剪指甲变得吃力时，只需用它在折好的锡纸上裁剪几下，便能轻松恢复剪切力。锡纸表面微小的颗粒在裁剪过程中，如同砂纸般对刀刃进行细微打磨，去除毛边，修复缺口，让金属刀刃重新变得顺滑锋利。下次遇到刀具变钝，不妨试试这个低成本又环保的小妙招。用途3、银饰因独特的光泽与质感深受喜爱，可闲置久了，表面就会被氧化，逐渐发黑失去光泽。以往人们多选择送去首饰店处理，看着师傅简单操作几步，
却要花费几十元。其实，利用家中常见的锡纸，就能轻松搞定银饰清洁。操作步骤并不复杂，先将锡纸铺在碗底，放入发黑的银饰，撒上适量食盐，接着倒入热水，迅速将银饰包裹严实。这背后藏着化学原理。锡纸主要成分是金属铝，而银饰表面黑色物质为氧化银与硫化银。在盐水的电解质环境下，锡纸、银饰与氧化银、硫化银形成原电池，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黑色氧化物被还原成银单质，从而让银饰重现光泽。热水则加快了反应速度，大大提升清洁效率，只需浸泡5分钟左右，原本暗淡无光的银饰便能恢复光亮。用途4：若想做蒜泥却没有蒜泥器，可用锡纸和刨丝器应急。取一块干净锡纸，平整覆盖在刨丝器的细纹面上，确保锡纸紧密贴合不滑落。接着将剥皮的大蒜放在锡纸上，握住大蒜来回摩擦刨丝器。锡纸能防止大蒜直接接触金属刨丝器，避免食材残留和异味，同时借助刨丝器的纹路，可快速将大蒜磨成细腻的蒜泥。整个过程操作简单，无需额外工具，几分钟就能得到所需蒜泥，既方便又能节省购买专用工具的成本，是厨房应急的实用小技巧。用途5：当鞋带头脱落，导致穿鞋带困难时，锡纸能派上用场。先剪下一小块锡纸，将磨损的鞋带末端紧密缠绕，缠绕时需注意力度，避免包裹过后影响穿入鞋孔。包裹完成后，用剪刀修剪多余锡纸，让鞋带末端保持规整的圆柱状。处理后，就像原装鞋带头一样光滑紧实，能轻松穿过鞋孔。这个方法无需工具，操作简单，既解决了鞋带难穿的问题，又能延长旧鞋带的使用寿命，是居家生活中实用的小妙招。其实，锡纸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妙用等待发现。今天分享的打磨剪刀、清洁银饰、修复鞋带头等小技巧，不过是它实用价值的冰山一角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厨房用品，凭借金属特性和柔韧性，能在家居场景中化身万能帮手。无论是替代蒜泥器解决工具短缺，还是用锡纸包裹鞋带恢复穿系功能，都展现了它化繁为简的巧思。下次遇到家居小难题时，不妨想起这卷不起眼的锡纸，或许它就能帮你轻松化解生活中的小麻烦，让日常琐事变得更高效便捷。